此处凡人众多，本该生机迸发，为何死意弥漫？1年间，我踏过了雪域国许多城池，这里没有皇族存在，每一个城池都归属于某个强大的修士所有。在这里，凡人就是奴隶，他们唯一的生存价值就是为雪域修士服务，制作冰雕来换取生活所需。凡人毫无生机活力，此地死意也尤为深重。我虽不习此地，但却是我体会生死意境中死意的好地方。雪域国制作的冰雕的确颇为神奇。凡人所雕刻的冰雕，会有专门的修士为其刻下阵法，并以一种秘法激活，使得这冰雕变成如同傀儡般的存在。雪域修士的功法精髓，我钻研许久，但仍不得要领。我猜测，这冰雕就是雪域国的根本。若能习得此法，再将其与木雕融合，定对我大有裨益。哎，趁着我雪域防守空虚，逃往境外的4派余孽最近越加活跃。就算大长老们不在，这群丧家犬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先把内围的剿灭干净，腾出手来再收拾他们。不急。师兄，朱雀国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哎呀，7位大长老随红蝶去朱雀国已有数年了，怎么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这种强行提升修为的逆天法术，哪有这么容易啊？我们现在虽有了星魔旨，可成为5级修真国，必须得有一个应变期修士。这没办法。哎呀，这术法也太过霸道了！每人只有1次机会不说，哪怕是成功到了应变期，也就只剩下100年寿命，而其修为也将停留在应变初期，永远无法突破。希望大长老们当中有人能够以应变修为归来吧，这样我们才有100年时间将血族重新复兴起来。看样子，这雪域新国以城主分治，那这城主修为必然是有强有弱。11层。你是何人？借你身份一用。大胆！我可是城主！师傅。根据此人记忆，这女修之徒经常对他贴身侍奉。师尊，没想到在雪域国，弟子侍奉之事竟如此稀松平常。可有新的兵胚送来？师傅，刚刚送来2个血仙兵胚，拿出来，让为师看看你2人的手法可有精进。是。
按照此人记忆，这9条血经脉才算完成冰雕傀儡制作的第1步。下一步，便是以血域功法冰清诀将其激活。师尊，你几天没给弟子解答问题了？弟子修为又出现了变故，今夜还请师尊指导。说吧，什么变故？师尊，在这里说啊。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方才弟子以为……继续。以冰为苦，以血凝魄。弟子又失败了。根据此人记忆，冰清诀讲究的是炼心，此诀以冰易骨，以血凝心，成就冰血之魂，从而达到心入冰清的境界。此诀果真是玄机不定，容不得半点失误。大师兄回来了。弟子参见师父，幸不辱命，找到了那4派余孽的藏身之处。要不，我们还是照例报给冰雪神殿，让他们来派人带路。师父，就是这里。禁制中有2道神识波动，一道不过是结丹期，另一道却时而结丹，时而元婴，甚至还有几分化神波动。显然，对方已处于神识崩溃、丧功的边缘。你在此候着。师父以往从不会亲自冒险。放我师父一条生路，杀我吧！我是黑魂派少主，你召我回去，定可立功。求你放过我师父！你为什么要以自己换你师父的命？师父他老人家，若非是被我连累，定然早就可以离开了，都是为了救我。环儿，起来吧，此人不是血域修士。师父你醒了！晚辈参见黑魂派前辈。此人死气甚浓，已到弥留之际，无力回天了。逍遥，老夫受伤之身，不便相迎，还望见谅。前辈藏身之处，已然被血域修士发觉，快离开吧。我在4派境内居住了30余年，灭国之战，晚辈无力相帮。此番前来，算是略尽绵薄之力了。前辈受伤太重，这瓶丹药可以暂缓散功之痛，使前辈可以远离此地。天下之大，或许另有机缘恢复修为。逍遥，但你可知道，老夫若是想走，当年便可一走了之。即便是现在，老夫拼了命加快散功，也定然可以离开。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走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生在这里，死
要在这里。小友，此宝送你。了却赠药因果。多谢前辈。孩儿，该走了。师父，去哪儿？今日苏醒，不过回光返照。走吧，以后你就要靠自己了。师父没法再护你了。不，师父，不要！师父！春去秋来，又是3年冰雪降。对冰雕傀儡的研究也有了一些进展。冰雕傀儡内主要是靠血经脉维持，其49条血经脉才达到一个结丹中期的修士修为。冰雕内的血经脉越多，控制越难。一旦它们相互碰撞，整个冰雕便会崩溃。这冰清诀不能称为道之正途，可以说是剑走偏锋之法，与当年六玉之功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略微模仿，改血经脉为血经脉，以鲜血配合生死之精，从而达到操控的目的。4年之期已到，是时候离开了。我见过太多的死亡，我对死的感悟依然深刻。
主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落叶归根，可我的家在何处？还有1年化身，我身在赵国，自当回到赵国，了却生之因果。再向东4万里，便可抵达赵国。庙中无神，物是人非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岁月？这儿有个破庙啊，咱今晚就在这儿歇脚吧。走走走，将就一晚吧。哎呀，那这鬼天气！庙里无僧禅意存，院内俗人扰清门。道友可是觉得被这些人破了雨夜意境？此人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份，我却看不穿他的修为，定不简单。不必紧张。在下墨志，阁下是山野之人，没什么称呼，唤我曾牛便是。哦，曾牛兄，不如你我2人在这雨夜论道一番，也不算辜负这番意境，如何？哎呀，曾牛兄真是修为惊人呐！若在下没看错，应是到了意境锁魂、云霄有望的境界了。什么他娘的锁魂啊，云霄的，那人莫不是疯了？阁下此言甚是，疯之一字用得甚好。若非疯狂，也难以体悟这天道之法；若非疯狂，又有谁会去求那长生之术？所谓天欲所得，必有所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句也没听明白。哎呀，曾兄可懂啊？莫兄字中玄机，在下不懂，但我却认为，疯字用的不好，不如用痴。妙啊！哎呀，我辈众人若是没了痴念，定然无法修成正果，圆那天道有损之令啊！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还真是个疯子！就是哎，疯疯癫癫，真是什么人都有。罢了，忘便忘了。在下墨志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曾牛。雨夜之美，在于意境，在于生生不息，这才是雨夜的美处，也是人生的味道。莫兄认为何为生？凡人常说生火，生火，想必这火便是生。那何为死？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他叫曾牛，说多少遍了？是，就是啊，我都记住了。自从在下感悟天道之后，这记忆每况愈下。曾牛兄见谅。冒昧一问，兄台感悟的是何种意境？兄台将意境展露于此，
不怕我偷师了去？你有更高的追求，怎会拘泥于我这小小的意境？莫智兄自谦了，意境并无强弱。意境虽无强弱，但境界却有高低。获得意境，无非两种方式：一是模仿他人意境，二是借天道悟出自身意境。虽两者都能化神，但境界差别巨大。前者无论是战力或潜力，都远不及后者。能感悟出自身意境之人，凤毛麟角。为达化神，他们只能出此下策。但你不同，曾牛兄日后必大有可为。没错，这便是望境。你铺盖呢？今日有无根水降，这洼地之水便是生；他日无根水湿，这洼地之水便是死。此地神像在时，庙宇为生；如今神像消失，便是死。今日雨夜，我不看天，不看地，也不看雨，我看的是这雨的一生。曾牛兄，你懂便是懂，不懂便是不懂，好自为之。我苦思生死数十载，皆是终于明悟。欲出生于天，死于大地，中间下落的过程便是人生。这便是生与死，这便是独属于我亡灵的生死意境。当年我在此地达到灵气大圆满境界，如今我便要于此地化神。现在分身已是元婴期大圆满，但本尊受极境所困，还停在结当后期。若想顺利化神，必须将二者分离，在我功法未达成之前，分身与本尊只能短时间融合。既如此，不如趁机各自修道，分身修内，走先天之路；本尊炼体，修古神之道。既走古神之道，须先散功波及。我帮你。跌倒出机器了，继续。就是现在，不急。炼制成法宝，此物于我已无用，把杀气血珠给我。古神诀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
完成了古神第2次蜕变，但我不能在此久留。若有人发现我修古神之道，定会引来灭顶之灾。我将沉入大地，经历星球地心的考验。古神之道注定孤独，先天之道亦九死一生。化神。生死一劫，看看。天哪！师傅，我刚刚并存心神震动，现在又突然天色异变，莫不是要出什么大事？有人在我族化神。究竟是何人在此化神？不知，但一定和赵国有渊源。据说化神之时，灵力不仅对附近修士有极大帮助，就连周围的凡人都能因此获益，百利而无一害。入定调息。究竟何为修仙？凡人学会吞吐灵力，改造身体成为容器，完成入基。随后广纳天地灵力，将其压缩成金丹。此丹经灵力运化，诞生道婴。结婴成功，便有了与天斗的资格。但若想找到逆天之法，还需一把神兵利器，这便是天地之力。于是婴体感悟天道，退回元神，挥天地之力对抗天道。这就是以彼之道，幻师彼身。元神不灭，肉身永存。他化神成功了。莫兄所说的境界，我终于懂了。前辈可是我赵国之人，可否在此地定居100年，让赵国成为4级修真国，提升国力，以抵御外敌入侵？这体内经脉仿佛通透了一般。40年就到达筑基后期，不错。你是？还真以为掉了几根木头，你就是我就能沾染天气了？我来陪你。等你达到元婴期时，自会想起前世之事。但此时若知晓的太多，对你来说是一种痛苦。我虽无法在此地定居，但我在10个人体内种下了10颗由天地之气凝聚而成的灵气种子。若有人能达到元婴后期，我自会前来点化成事。此
此物可保赵国免受同级修真国入侵3次，好自为之。多谢前辈。当年储物袋中的剑鞘，应该还在此处。找到了。区区鬼魅，不自量力，由生入死，由死转生。这化神期的挪移之术，却比瞬移强出不少。爹，娘，孩儿如今已经化神，等我突破应变，就能将司徒前辈唤醒。到那时，说不定就有复活你们的办法。再等等我。若想突破应变，除了极其稀有的应变丹以外，仙界之气是唯一的办法。此次仙界之门开启，所有修士都虎视眈眈，此行必定会经历一场恶战。哎呀，最近的拍品里啥好东西都没有，真扫兴。知足吧，最近几大宗门四处搜刮宝贝，能剩下点就不错了。哎，四大宗门这是要……嘘，我听说他们要去仙界啊。雪域国一战，我几乎将法宝用尽。此次仙界之行，各宗门虎视眈眈，我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第一步，就是重炼剑法。这是
在这儿等着，我去一趟火神之地。只要我不进入古神之地关卡内，托森应该就不会察觉。即便察觉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也定然可以提前离开。上次我在修魔海炼制剑幡，却引动天劫遭到重创。此处是古神体内，自成一劫，天劫应该无法降临。最后一个，若我猜测有误，天劫降临，唯一的金幡怕是很难保住。可若现在停下，金幡达不到小成，威力不够，仙界之星也起不到作用。赌一把。既然这古神之地无需顾虑天劫，不如继续叠加禁制。兴许剑幡能一举达到中程，届时必定威力倍增。以我修为，这金幡离中程还是差了一步。也罢，此后金幡中程时引发的天劫，或可以成为我在生死关头的杀手锏。此法宝为混元取手圈，世间任何兽类都可被收服操控。只是使用此物会耗损灵力，收服的兽类越强大，耗损灵力越高，需量力而行。若能再收服一只妖兽，也算意外之喜。若找不到，再离开也不迟。灵兽怎么都不见了？荒兽。不对，这蛙兽不是黄兽，只是上品灵兽。能与荒兽一较高下，真不简单。这蛟龙好厉害，主子收了它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还无法收服荒兽，上品灵兽倒可一试，但能否在荒兽面前离开，就得拼一把了。
不想死，便不要挣扎。主宰，你没事吧？这瓦手着实厉害，锁住的一瞬，体内灵力差点被他吸光。原来此兽就是雷蛙，混元驱兽圈应是定时吸收我体内的灵气，维持灵兽的锁定状态。以后要提前输送灵力，否则一旦打斗中出现这种情况，危险至极。他俩怎么打起来了？够了！我要在此调息，都不得造次。哎呀，都6天了，这两个家伙有完没完？完蛋了！主子醒醒啊！来了个大个的！以我的修为，恐怕难以制服。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域外战场。今日是武文国域外战场通道开启之日，望我国众精英能抓住此次机会，让修为更上一层楼。多谢使者大人。这是这么多幽魂，域外战场崩塌了，怎么回事？啊，那有人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那位道友恐怕凶多吉少啊！晚辈孙文，参见前辈。参见前辈，参见前辈。此为何地？回前辈，是武文国。
此人，有种遇到家族老祖宗的感觉，太可怕了。如今进藩、灵兽、魔头，与上古法器均已备好，就连那3把剑鞘，都被我以元神祭炼。现在，只差最后一步。好了。这些年，那3把剑鞘先后开始祭炼，就连当年上古修士的法宝，也破开了为我所用。可唯独在修魔海内得到的此物，我一直看不透。你可得好好用老夫借你的草帽，否则怕是小命不保哟。爷爷，继续讲呀。继续。话说多年前的一场意外，却让众古仙惨死，仙界也化作无数碎片。可修士们并没有放弃。每当仙界之门再次开启，拿到鱼鼎的他们还是会一拥而上，寻找残存的宝藏。一掌竟能将仙界之门破坏至此，这原本应是一面完整的平台，受这一掌波及，便碎成这般模样。那个人该有何等神通？先在平台上打下禁制，再在其中设下恢复阵法，这样若在仙界受伤，出来后也能迅速调整自身状态。没想到此处平台还有这般作用。让开！道友，请离开此处平台，另选他处吧。救魔族！化神后期，对。此人修为莫测，不可得罪。小兄弟，来和我一起啊！怎么是他？真恶心！还是他修为低的吧？区区化神初级，现在就暴露异境，
不自量力。不过一看这小子就难缠，要不还是选他吧。这位道友，请离开此地，另选他处吧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雷王！这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此鼎名回，在特定的区域，只要心念一动，需一炷香的时间记起后，便可离开仙界，回到所属修真星。这便是仙界了。就这个吧。灵石，难不成这里的宫殿是通体用灵石造就的？可惜了。此地完好之时，该是何等的气派！仙界之气，比天地灵气精纯无数倍。谁料这仙界破碎，仙界之气也消散殆尽了。到底是何等神通，竟能将仙宫毁灭至此？当年仙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欲知第五仙王，自与天华仙师。哇，仅一个仙士的仙宫就如此豪华了，那仙王的居所得多气派啊！丰碑理应放在宫外，以示众人，而今却安在宫殿深处，实在蹊跷。此处要禁止波动。之气，仙界之气需用自身元神炼化，形成结晶，方可储存。住手！此地是我大罗剑宗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发现，你若一意孤行，大罗剑宗必将追杀到底！雷王，荒谬！这仙界之地，何时成了有主之物？去！大罗灵剑，乃是大罗剑宗7剑之一的顶级灵器，哪怕是同等级修士，也可用剑气斩杀敌人。此人明明看着不过化神初期，可光他这雷瓦，也是化神中期顶峰。此人究竟什么来头？仙界破碎，仙宫阵法虽然被毁坏，但多少还是有些运转功效。时间久了，会自动收集一些游离的仙界之气，转化为一丝纯洁的仙气。你大罗剑宗发现此事后，以石碑掩人耳目，每隔一段时间派人来此，固定采集。我说的可有错？不行，我不是此人的对手。
这么一点仙气结晶，依然相当于几乎半个赵国所有灵力总和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全力以继，拖他一时。等着吧，等我找到师兄后，双剑齐降，你绝对无法走出这仙界之门。想跑？在仙地已传送阵图下，这宗门好大的手笔！这化神以上，元神不灭，肉身不死。与我同为化神初期，你命不掉啊！待我头门一声赶到。此宝名曰赤金铃，曾是一名上古修士的本命法器，炼化元神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求求你，手下留情，放了我！夫人是主魂血。完了！待他的储物袋到手，整个大罗剑宗的传送阵，岂不都为我们所用？主子高明啊！炼化此人元神还需时日，此事急不得。可惜了这些仙木，若是并未枯萎，每一个都相当是万年之木，用以木雕，不知能增加多少倍威能。那是洞府。洞府虽然早被搬空，但这残留的仙人禁制，却对我有所裨益。将来依次打下第999组禁制，便可将锦幡炼成中成境界。此山存在已久，我必定不是第一个看到此字的人。但今时今日，此山依然存在。即便下面真的锁着仙人，也不是我能插手的。时日已到。哇！这么多极品灵石，主子，这下我们彻底发了！喂，拿命来！你早有准备。若非想保全这把剑，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宝剑内刻画的数百组禁制，与锦幡倒是异曲同工。我大罗剑宗共探得仙界碎片之地37个，其中均有门派传送点。凡持此剑，以极品灵石开阵，便可任意往来。此剑干系重大，绝不许落入他人之手。此处已然被彻底摧毁，完全不像是有仙界之气残留。大罗剑宗怎么会专门在此设置传送阵？有人！知道了。今年不知有多少仙人。是啊。虽然栩栩如生，但却感觉不到任何生机，想必是某种幻象。
昨日定国仙子跟我共奏了一曲，怎么可能啊？九霄同醉，干！姐姐，再舞一曲。好似天地之力尽在手中，可以随意使用，并能产生无穷变化。这莫非就是仙术？以仙界强盛，怎会毁灭至此？何人放仙剑？首长。仙人一剑，竟一闪天海。这场虽是幻境，或是机缘。一掌，仙界竟是被一掌毁灭。果然认识我，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雪域天之娇女，谁人不知？不说，那今日便留在此地吧。这是意境。怎么了？醒醒啊！哼，区区化神初期，不做挣扎，能有无痛之死？这是我的记忆和情感在变得麻木。天命是吗？他已经走了。不对，若是我迷失在这无情意境之中，恐怕从此以后便会成为一个再无情感的杀戮者，生死任凭他一念操控，一剑之下就能风动情感。这天之娇女的意境霸道如斯，若不能破她意境，今日凶多吉少。这雪生于天，便会死于地。听说红蝶姑娘从凡人修炼到化神后期，只用了区区100年，
可这百年却是凡人一生。我这红蝶，你的父母可还健在？红蝶，不知你父母除你之外，可还有其他子女？若是没有，那么岂不是无人送终？人有不孝，自为其一。不知死活！你的意境太弱。他的意境没有崩溃，而是散开了。但只要杀了他，100年时间，凡人一生，父母至亲岂能是天道可以抹灭？红蝶，你爹娘即便进入轮回，也一直在你身后看着你，你可敢回头一看？血雨并清绝，已无情味道心。当年我便有此疑惑，以红蝶不过100年修仙，任凭天资如何，情感不可能完全磨灭。情不灭，道心自然不稳。莫能进，看！区区化神初期，却懂得坏我道心，此人绝不能留住。你怎么还明目张胆的飞着跑啊？他要追上来了！你跑不掉。哎呀，主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快跑啊！不跑了。这是。拥有传送阵法，看来此人身份绝不寻常。而且此人道法非凡，胆大心细，意境诡异，法宝更是层出不穷，定是朱雀星上的某个5级修真国全力培养的精英弟子。这空有感悟的异象，真唬住了红蝶，否则以我和他修为差距，恐怕难以脱身。一整便让我灵力耗尽，这仙术消耗也着实惊人。空间裂缝。哎呀，上头是裂缝，下头是岩浆，就算有宝贝也毁成渣子了。大罗剑宗即在此修建传送阵，这洞内必有乾坤。此地十分诡异，若我孤身潜入，过于危险。找一地守株待兔，方为上策。
然来了。三师兄，这里就是当年的仙兽府吗？没错，此地是当年仙界16座仙兽府之一，被始祖老人家偶然找到。千万年来，此地毁坏严重。六师弟，你刚刚化神，一定要注意空间裂缝，时刻运转迷熏诀。这迷熏诀，想必是可以避开空间裂缝的秘法，在这仙界大有作用。进入洞府之内，便无法使用瞬移，一定要小心。三师兄，这仙兽府经过这么多年，想必已经人去楼空。即便仙兽之灵还存在，怕是以你我2人之力，也抵挡不住吧？千年缺乏仙界之气的滋润，这仙兽之灵若真有残存，定然是虚弱不堪。一旦找到，就立下大功。当年始祖大人就是在这里获得了一只仙气兽灵，这才统一了天遁星。如此宝地，难怪专门建有传送阵。此地仙气浓郁，当初始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仙气兽。师弟，你帮我护法，我来收取仙界之气。好。竟可如此快速地凝聚仙气。六师弟，这次咱们收获不错，这些仙界之气足以凝结2粒结晶。这颗结晶你收好，如此便算是完成了门派的最低要求。谢师兄。三师兄，这是那洗灵壶？没错，这就是始祖大人亲自炼制，整个门派只有3个的洗灵壶。有此宝在手，可以尽最快的速度吸收仙界之气。上这里。师弟，你上去看看，这骸骨铭心的光团为何物？为何我觉得此物有些熟悉？师弟别怕，三师兄为你护法，大胆去看。再近些。再进3步，把头骨拿过来。追！
刚刚的到底是什么？若没有认错，此物乃仙兽之粮。原来此物是仙兽之粮，难怪温受喜爱。但此处仙气远非修魔海可比，这仙兽之粮的威力也远胜当日所见。仙兽的食物就有如此威力，刚才若是被他钻入眉心，怕是现在我已然成为骸骨。区区一条仙兽之粮便将你吓住，今后你如何当大罗剑宗的弟子？若是此次真的寻到仙兽之灵，可就飞黄腾达了。哼，用师弟性命试他，他这师兄倒是居心叵测。仙宝，我找到了仙宝。过于浓郁，滋养之下，让这本是食物的仙界之粮泛滥成灾。以我修为，难以在如此数量的仙兽之粮中脱身，只能以师弟之命为我偷得生机了。师弟，小心身后！师兄，你要干什么？化神终起。是谁？仙宝机缘千年难遇，这仙兽之粮倾巢而出，是我获得仙宝的最后时机。竟没想到这一招藏身。这东西也是仙兽之粮，谁吃谁还不一定呢。少量的仙兽之粮我尚可应付，但这一条极为可怕，万不可硬碰。这是仙人禁制。仙兽之粮没有神识传出，应当只是以感官在追踪，或许能以诱饵引开。
逃出来了，多亏有这些游魂。道友，在这坍塌的仙兽府内，现在怕是只剩下你我二人了。此地既已坍塌，道友不寻出去之路，为何要到在下所在之地？道友不必紧张，在下孙雷。刚才的一幕，道友想必看见。不怕你知晓，孙某并非大罗剑宗之人，而是混进其中，只为杀人夺宝。道友再上前一步，在下可要出手了。此人只有化神初期，身势却无比强大。若非师门传授的功法特殊，可以搜寻强者身世，我怕是连他的踪迹都察觉不到。是了，他定也是隐藏了修为。道友，方才的洞府之中有3件仙宝，其中1为仙玉，2为仙剑，3为金色铁片。不知道友得了几个？仙兽之粮回来的太快，一无所获。动手胜负难料，不如邀请他一同闯洞夺宝。到时面对仙兽之粮，大有除掉此人的机会。道友，那仙玉是无数年来仙界之气凝结而成，可谓是无价之宝。那金色铁片，在下猜测应该是某个防御类仙器，而最珍贵的还属那把仙剑。仙兽之粮众多，获得这3件重宝难上加难，不如你我2人联手。哦，我为何要帮你？在下只要仙剑，其余2物全部给你，如何？仙剑，在下不要；其余2样物品，在下也无兴趣。那道友意欲何为？若非此人隐藏修为，该将他即刻斩杀，以绝后患。孙道友，想要在下豁出性命帮你取得仙剑，仅仅是2样空口无凭的东西，不合适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看道友来此之前，对于半空中的那些空间裂缝，好似预先有所察觉。迷寻诀，此物是大罗剑宗的神通之术，送与道友，又有何妨？道友果然爽快，那在下也不扭捏。你3师兄储物袋内那青色的葫芦给我，我便冒险与你一趟。道友不要为难我了，那洗灵壶乃是孙某之所以混入大罗剑派的必得之物。若是道友真助我取到仙剑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洗灵之木。此木虽比洗灵壶略有逊色，但同样具备吸收仙界之气的功效。道友带路。那黑色仙粮，定是吞噬了那尸骸的肉身，又有仙宝滋养，拥有了此般道行。此地的仙界之粮众多，恐怕都是他的后代。要取仙宝，得削减仙兽之粮的数量。道友，一会儿我以法术引出这些仙界之粮，你我2人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。一旦那黑色仙粮出现，我们立刻逃走，回刚才那里汇合。开始吧。
道合力，定能大大削减这仙粮数量。来了！孙兄不在约定之处等候，原来是受了伤。既然如此，孙兄尽管吐纳，在下为你护法。那黑色仙粮面前居然毫发无伤，此人修为深不可测。道友，你且退后。今日我必胜的畜生，报断绝之仇！畜生，给我出来！在下法力有限，只能辅助实习。待我拿完宝物，再来救你。孙道友，那洗灵之木还没给在下，怎么就急着走呢？若是与此人动手，一旦仙兽之粮脱困，生死难料。仙宝自有仙人禁制守护。即便是我师门传承御剑，也只能缓缓破开。一剑散修，活该死在禁制之下。仙人禁制非精命，也不是不可破。万物失血，怎可能8息就速血？那个混蛋！机关算尽。便一起死吧！
刻上前，大有机会。主子，你别吓我！元神受损，我得尽快恢复。道友，遇到了什么事情？居然弄得如此狼狈！巨魔族，仙界碎片崩溃。道友，这仙界碎片崩溃，能逃出者绝非等闲之辈。在下巨魔族赤狐，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在下曾牛。曾牛，朱雀星之上，姓曾的高阶修士就只有这天魂国了。如此年轻便已是化神初期，还能掌控寂灭界的游魂，必是我及修真国的核心弟子。道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曾兄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你我同属朱雀星，还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道友一看便知。整块仙域玉石，如今仙界竟还有这等宝地。曾兄，此处是我巨魔族前辈在多年前进入仙界后无意中闯入之地。此地有仙兽守护，同时还有无数禁制。以他一人之力，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以神念记录下一切后，悄悄返回。时隔多年，此地怕是早就被人发现了。不可能，此地断然不会被人发现。只是其中缘由，在下现在不便说出。曾兄见谅。赤狐和我素不相识，此番却由我组队，他只是看上了我的游魂。此地怕是光靠你我二人，也难以成功进入。不瞒道友，除你之外，我还约了一个人。我三人同行，把握自然大上一些。但曾兄尽可放心，到时一切宝物，我自会做主平分。曾兄慢慢考虑。若是想来，1个月后到这御姐地图所在碎片集合。曾兄，在下等待你的参与。在伤势恢复前，不可轻冒任何风险。仙气，果然是要等到化神后期冲击应变时，才能派上用场。提前炼化反倒成了损害元神的毒药。好在这次执行的收获不小。这仙域浑然天成，其上的仙界之气比人为凝练的结晶更浓。应变之后的修炼，此物自然是多多益善。倒是此物看起来不太像是防御类仙器。好精巧的手法，此物原来是仙人刻画的上古玉简。吾名天宝上人，打造天地间的最强法宝，乃吾平生所愿。恨可恨，浩劫突至，毕生心血，徒以为己，
只能将摄神车悉数封存。告知有缘人，若得此钱，秦王取之。摄神车，此等仙宝，或许还在天宝上人的洞府。仙界材料打造的宝物，绝非下界法宝可比。这机缘，不容错过。大罗剑宗记录的仙界碎片，已经都找遍了。仙界之大，那洞府若不在御剑传送范围内，那不知还要找多久。道友，救我！道友，此事和你无关，还请离开。此人妄图夺我仙气结晶，说我杀了这杂碎，结晶定我一人一半。荒谬！结晶本是我费力凝聚。你我同属朱雀星，帮我一次。滚！你二人之事，休要把我牵连在内。既然你不愿帮忙，那老子就把祸端引到你身上。这结晶，老子不要了！多谢。在下鬼水派司马云，不知道有失。曾牛，曾道友，此地在下已经搜索了数日，再没有仙界之气存在，不用耗费时间了。不知你有没有仙界传送鼎？若是有，咱们或许可以交换一下。此人或许也有宗门派发的传送玉简。阁下拿什么和我换？此人的碎片有5处是在西部。曾道友，我这地图有21处，与你地图重复的不算。你抹掉一些后，我们交换如何？曾道友，若是日后有机会去我碎银星，在下定然招待。好说。在下告辞。那小畜生敢抢我的之物，在下定然不能让他跑了。这样看来，大罗剑宗所记录的，怕只是仙界中的冰山一角。找到了。虎形山峰，真有这么个地方？我们千辛万苦找过来。摄神车封印在洞府的第10件事实，赠予有缘人。此地明明只有9件密室，何来第10件？摄神车乃无毕生心血，若能重见天日，此生无憾。这洞府在下沉，即便是被人发现，最终也很难寻到珍宝的洞府了。
神兽，栩栩如生，这就是摄神车。好强的威压！光是那最小的手环，就比古神石海中的9头蛟龙还要强。难怪体片中虽未记录此兽名称，但却专门提及这兽魂被魂链锁住，无法逃出3丈之外。要是用摄神车，凭我化神修，断然无法做到，只能暂先让此兽陷入沉睡。想必天宝上人也不会想到，此等仙宝机缘巧合下，会落入我这化神初期的手中。这摄神车果然巧夺天工，竟完全是以兽魂攻讨，其威力想必不会让我失望。此兽体型最小，或许屈手劝能将其收服，但若没有摄神车为屏障，直接吸收我的灵力，能否承受住也是一个问题。这趟仙界之行，收获倒也颇为丰富，不过风险也是极大。若是在那碎片崩溃时稍有不慎，怕是现在已然身亡。如此一来，那赤狐的邀请，都是要仔细考虑一下。先不说那3把仙剑，单单是那大量的仙玉，对我日后争取鹰变就至关重要。只要修为达到鹰变，司徒就可以苏醒。那坛中的仙草，还能给婉儿带一些回去。来了，就是不知是哪一个。哈哈哈！红蝶道友，在下等你多时了。若你所说有假，此事不会善罢甘休。红蝶道友放心，这玉简是我巨魔族洗雨师祖亲自踏印，他老人家不会说谎吧？洗祖，朱雀星上，以部落存在的修真国，本就只有你我2族。始祖与你师尊既是世交，在下又怎会欺瞒你？既是习祖亲自所见，我可以随你一去，但所获之物中那玉石棺材必须归我。好个霸道的天之娇女！红蝶道友，此事不妥啊！毕竟除你我之外，还有1人。应该也会参与此事。我已答应那人，此次若是我们3人同行，各自出力，公平起见，所得一切宝物平分。我既身为巨魔族少族长，便说话算话。哦，是谁？曾牛，和你我一样，都来自朱雀星。来自朱雀星。曾兄。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是你！是你！道友住手！
逃！红蝶修为极高，杀身极重，只有以攻为守，不宜先升级。这曾有才化神初级，竟能使出此等神通！红蝶，你父母无人送终，是为不孝。此人居然知道毁人道心，不简单。你为一己私欲屠杀四汉人，是为不仁。你无缘无故对在下出杀手，是为不义。血域尚在，你却又卖身朱雀国，是为不忠。你这个不孝不仁、不义不忠之人，你修的是什么道？你是第一个逼我用出本命法宝之人，你可以瞑目了。住手！红蝶道友、曾兄，你们二人是我邀请而来，若是再战下去，休怪在下无礼。赤虎道友，此事并非在下惹起祸端，与你无关，退下。红蝶道友，你二人都是兽火之妖。你若是执意出手，就是陷我于不义。在下定然与曾兄一同抵抗。若是在下不死，回去定当如实禀告习祖。引进。好，赤虎。今日我看在你的份上，不再杀此人，但那白玉棺材必须归我。红蝶，你莫非真以为在下杀不了你？你信不信我手中神通只需一弹，此处仙界碎片就会崩溃？曾兄，此次在下做主，一切所得，我三人共同分配，如何？好，一切听赤虎兄所言。哼，曾牛，回朱雀星后，你可敢与我一战？奉陪。天儿，你看，我们回家了。1000年了，你还是这么美。你身子娇惯，亏得那仙玉未央，才保得住容颜。为父此行定会为你寻得新的仙气仙玉。世人都说我是个疯子，炼尸的疯子。世人不同，你我仙界相遇是命定。为你疯癫，我心甘情愿。别怕，为父会一直护着你。挡路者死。红蝶道友的冰雕果然神奇，在下佩服。这冰川寒雾，雾内蕴含仙界极寒之气，
若无红蝶道友，我等不可能横渡这万里冰原。即便有天堑阻隔，那玉简所踏印之地，也不该从未被外人发现。实不相瞒，那玉简所印之地，是仙界中极为少见的一处重叠碎片。几处仙界碎片相互叠加，根本无法架设传送阵。那当年习祖是如何发现的？此事涉及我巨魔族隐秘，在下就不便相告了。渡过此处寒流之地后，将是一片仙界虚无。渡过虚无，便是第一层碎片所在。该我做的都已经做完了，我灵力耗尽，接下来我不会再出手。道友辛苦，接下来交给我们。3日来，你灵力耗费极大，还需多加休息。此女即便灵力耗尽，也定会有丹药即刻补充，不过是引诱我出手罢了。但若是我到了化神中期，凭借生死一境破其道心，便可战而胜之。百年化神虽说奇迹，可终归是道心不稳。巨魔族至宝星罗盘，孤神记忆之中有着星罗盘的炼器之法，可惜材料早已灭绝，难以制造而出。若真是星罗盘，以在下的修为，根本无法驱使。此物是伪星罗盘罢了，比真正的星罗盘功效上差了不少。红蝶，西首方位有此盘自带防御光幕，你可以去那里大作恢复修为。这虚无之行，我赤虎保证，绝无人打扰你。曾兄，东首之位，还需你把持。在这虚无之中，有很多未知的异物，还需你的炼魂徘徊观察，以便告诉我方位，我好改变方向。这虚无中，千万不可轻易散发神识，否则会有大祸临身。这是我族习祖当年千叮万嘱之事。赤虎兄，此罗盘应是我人驱使，才为最佳吧？没错，但此地宝贝却不够5人来分了。曾兄，虚无之中，若是此盘崩溃，我3人无一可活。我全力把持此罗盘方向，无暇出手，全靠曾兄了。前方10里有异常。快绕！幸亏曾兄提前发现，否则这次我3人怕是就要饮恨此地了。那是什么妖物？我也不认识。生存在仙界虚无里的生物，实力绝非我等可以对抗。此物名为虚，这虚属于想破灭生物，吞大地而生，吐阴气而活。在上古时期，即便是上古修士遇到，也往往需数人为战，才可取胜。曾兄见闻多广，在下佩服。哼，谁知是真是假，还是胡乱说个名字？无知！你，此物平时须知收集，只有觅食时才会散开。此物觅食中会散出虚气，
那虚气呈红色，不是我们可以抵挡的。虎兄，速速向北飞去。此地再往北，罗盘恐怕会迷失方向。他之前所言也的确不知真假。若贸然继续向北行进，多说无益。曾兄，他走了也好，我就不信他真的认识那生物。曾兄所言不假。若是听曾兄劝告，他不会有此劫难。再快些！红蝶出手！修炼不足，但这本命花蕊只有5个，是怎么也补不回来的。曾兄，上来再说。曾兄，之前只是在下知错，那生物还有什么手段？我们接下来方向如何选择？既逃过了气浪，短时间也不大碍。赤虎兄按地图方向想办法飞行就是。好。星罗盘已损，怕是很难长时间飞行，须得加速前行。但此行还得多多仰仗他才行。这10几日有惊无险，多亏曾兄。客气。这几日与赤虎兄论道，曾某也是受益匪浅。我巨魔族本不是朱雀姓之人，无数年前先祖迁移而来，所以在一些神通之上，自然有些不一样。那是。赤虎兄，稍等少许。金子石是星罗盘重要材料。要离开朱雀星，这星罗盘必须要有。我2人刚在罗盘上等你回来，谁料他忽的震动，一股大力将我们驱逐，抛了下来。孤身记忆中。倒是有修复之法。罗盘应是受损严重，出了故障，暂时无法再飞行了。我3人只能凭法力飞行了，全速之下，大概3日即可到达。总感觉身后好似有人跟随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这梅花号是习祖当年留下来的。赤虎兄，那玉检所拓印之地，既是碎片重叠所在，不知是第几层？废话，自然是第2层。仙界能出现2层重叠碎片，已属不易。无知。曾兄，的确是第2层。不过我族习祖也猜测过，其下
或许还有第3层。我们快动身吧。天儿，别急，第3层碎片中定有更多仙玉。习祖所言不可能出错，可这仙玉棺材和仙剑怎会平白消失呢？这就是你说的地方。今日你若不给个说法，我绝不罢休。这赤虎倒也不像是在说谎，怕是出现了什么变数。与其争论不休，倒不如做点什么。二位，此时在下鲁莽了，我也没想到。一句鲁莽，就可以弥补我的损失吗？你若不说个明白，休怪我红蝶不顾世交之情。此事回朱雀星，我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赤虎身为巨魔族少族长，虽说比不过你红蝶金贵，但却是一眼九鼎的男儿。赤虎兄，此地若真有第3层，这里应该就是入口。出意！心中出意！晚辈虚魔族赤虎，拜见前辈。前辈之名，晚辈从小便如雷贯耳。小家伙反应敏锐，这一路上。怕是早就有所察觉了吧？晚辈只是略有感应，并非完全确定。这儿的东西，我1000年前就已取走。你们3个还是回吧。此地的确有第3层，而入口就是这水潭。不怕死的话，可以一试。热闹啊！阁下尾随而来，有何意图？意图倒是没有，只对你脚下的第3层有些兴趣罢了。好，就让我进去。这2人恐怕都是化神之上的强者。本命法宝受损，代价颇大，此行更不能空手而归。曾兄，你是准备一探，还是离开？刚刚2人都是何人？那老者在下并不清楚，或许与石阴宗有关。而那周易，是朱雀星为数不多的鹰变老怪，而且此人有一个极为奇怪的癖好。炼尸，炼尸，让他听到，必死无疑。在下要下去看看，同路如何？若是2大鹰变强者相互牵制，这第3层未必不能一探。仙力比外界浓郁数倍，就
就是不知这宫颈仙里的水晶到底是何物。以我修为，无法撼动分毫。家伙，不要逼人太甚！你仙界之气众多，跟着我干什么？你身上有死气，我当然跟你。御灵大法，你是周易。久闻其名啊，怪不得你身上会有这么浓的死气。若是单一碎片崩溃，以你我二人的修为，还可逃走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此地一共有6层碎片重叠，牵一发动全身。阁下想必是诗音宗的大长老，你未到问鼎期，必会葬身于此。你确定要战？他二人若真的动起手来，这仙界碎片必会破碎。小丫头，见你身体也有。前辈，你可认识子物？除去部核心弟子标志，一元开太主。此镯与我元神相连，若是我死，此镯必将这仙界碎片炸毁。即便逃走，你也必遭朱雀星追杀，再无容身之地。哼，小丫头，放心就是，我不杀你。周一，我以此女的身体与你一战，这样便不会引发碎片崩溃。你也选一个应战者吧。我为何要与你一战？老东西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身上有仙人尸体，我绝不会闻错。我要那具尸体。晴儿，所有晴儿的人都要死！你过来！只要听话，不但不会死，反而可以感悟我的意境。3个小家伙，我选了一个先天武灵之体，你选了一个远古血脉巨魔，只剩下最后一个无用之人。滚！前辈，杀了他！你若杀了他，我便放弃抵抗，全力助你。好。若是想让此地崩溃，可以一试。景凡，此子没有说谎，只差一个精致，便会引动天劫。在仙界，这天劫就是仙劫，此地无人可活。身在此地，倒也不着急离开。不如看看应变器如何战斗。以元神便可操控未曾炼化的化神器，这便是应变的手段。
痴于情，故能集于义。这一股痴意，可惊天，可动地。我用你身体一次，让你感受一下我千年未曾展现的意境。痴意可是人，也可是物。你的痴意便是这符，你的道心也是这符。符若不碎，斩魂不灭。神不只是化神期，便借痴意爆发出了斩仙的气势。注意的意境太过诡异，好癫狂的意境！元神已灭，圣机断绝，这孙太竟真的死了。凭借道心，时刻展现，好一个痴情意境。我的道心又是什么？抢走我的情儿！周易，你这意境的确了得，竟能生生灭我一魂。但老夫身为石幽宗大长老，可不只有一魂。把情儿还给我！情儿！周易，居然为一具尸体起了名字！你可知错？是下人宗主。托宗门至宝，毁宗门仙域，就为了一个女，一具女尸，逆徒，你！仙人尸体，怕是他在世的时候还在轮回之中呢。
好，此女生前定然是仙界尽世之人。周易，老夫先施一魂，就祭出这石英宗专属元神重宝，今日必定带走这女尸。不劝你趁早回到肉身，免得在这仙界丢了性命。真是个疯子！为了一具尸体燃烧元神，你这个疯子！要跟这女尸一起死，老夫可不奉陪！停！谁也不能把你带走，谁也不能！灵力枯竭，法宝耗尽，必须尽快出去。此女三番五次对我下杀手，今日不出，祸患无穷。曾牛，你干什么？杀你！朱雀国必将你碎尸万段！这般威胁，不像出自天之娇女口中啊！红蝶，你不是要与我一战吗？重叠碎片之中无法使用回艇，若要突围，只有从那返回第二层。化神初期，还留不住我。岁月。这是岁月已尽。若是平日，区区化神中期一劫，我一击即灭。万殿主现在身负重伤，才落入这困局。不能再耗下去了。能回到朱雀国的至宝啊！难怪这女娲在仙界有恃无恐。我记住你了，曾牛。今日你逼我降低一个境界，开启这一元开泰国。明日我定让你百倍偿还。我们朱雀星再见。血景已经果真强悍。红蝶，你看这是何物？师姐的扇子。红铁地已经松动了。你走不得！
虽说没杀死此女，但有这手臂在，有无数个方法可以对其诅咒。如此一来，定叫其修为止步于化神。断了！果然，灰顶在重叠碎片之中无法使用，当知上天无路了。赤虎兄，曾兄。回到第2层已不可能，想危现生机，只有再下一层。赤虎兄，此地你我2人修为最低，唯有人手。曾兄意思是去第4层，可第4层的入口在何处啊？原来曾兄早有准备。照周易所说，6层碎片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就算暂且躲入第4层，崩溃也只是时间问题。真正能横渡虚空离开此地的办法，只有赤虎的星罗盘。整座宫殿都是仙域打造。地主人好大的手臂！周易，你这个疯子！那女尸我已经还你了，你为何还要阴魂不散？周易，你自然元神也是必死之身，别想拉着老夫垫背！该诛！头好痛！天儿，杀了他！为父就去陪你。迟早烧尽，老夫只需成个虚云，你便会魂飞魄散。你灭不掉我！灵儿，有什么东西在冲破我的记忆？气息衰退，恐怕撑不了多久。我行了，周易，想你当初贵为五行宗天骄，如今为了一具女尸，居然落得个自焚的下场！苦苦追寻一生而不得，却在人生尽头借着元神燃烧，误了。
师父曾说闻道者朝生夕死，原来是这个含义。起来了，都想起来了。我自小天资卓绝，1000年前拜入五行宗恩师门下，众人都盼着我光耀宗门，成为这修仙界大能之辈。化神之日，师父将鱼鼎送给我，让我去仙界寻找自己的机缘。在仙界，我却遇见了你。我以为自己的痴意源于爱上了你，但我此刻终于知晓，这痴意是你强加给我，让我收集仙玉，守护你的身体。为保你仙身，我盗取师门仙玉。师父大怒，将我逐出师门。直到师父问鼎失败，生死之际都未曾再见一面。施恩之重，无以为报。我暗中出手，为五行宗免去3次大劫，以求心安。世间无处容我便带着你各处飘零，无论大恶之辈，还是无能之徒，都对我不耻。从意气风发到活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，我的意境是痴，我的道心是你。世间之事哪有两全？我昼夜这一生负了太多人，但唯独不愿，也不会负你。哪怕赴死，心甘情愿。若还有轮回，我还会选择遇见你。小兄弟，在我死后，帮我照顾我的妻子，可好？周一在朱雀星之上臭名昭著，这女尸恐怕也不简单。若是接下女尸一事传扬出去，我恐怕再无继承族长之位的机会。可若是惹怒了她，只怕是……晚辈愿意。你是巨魔族少族长，自然有所顾虑，怕步了我的后尘。罢了。你可愿帮我？我的妻子每1000年需要1000块仙玉维持身体不变，这对你来说略有难度。小兄弟，你可愿意？我不敢保证能弄到这么多仙玉。数千年的嘱托，我不会让你白白帮我。
此塔之上有我问鼎之时的意境，既出此塔100里之内若非问鼎，无人可靠近。这是我的第一个礼物，问鼎之经。此物你现在无用，但若有朝一日要达到问鼎，此物会助你。问鼎之经是问鼎修士感悟天道而成，堪比性命，拿来送人闻所未闻。若是能有此物，老夫此生问鼎有望。第一件便是如此重宝，难道还有第二件、第三件？我送你的第2个礼物，便是此人。石阴宗大长老，我不杀你，但你要做此人1000年奴仆，你可愿意？我寿元不足1000年，如何能做1000年奴仆？寿元之事自有办法。你若只是寻死，我便成全。以我法力将你改造为弱一些的傀儡，不难。我愿意。这奴印极为高明，此刻我只需心念一动，这应变高手便会元神破灭而亡。老奴孙泰拜见主人。应变强者作为奴仆，那朱雀星之上，除了朱雀国，我岂不本该能横着走？照顾好他。师父，徒儿不孝，今生愧对你。若有来世，再来相报。你不会死。与之一剑，出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便是仙剑。守护本君2000余年，你有功。今日封你为仙剑之魂，滋养万年后名列仙尊。